由聂鲁达博士带领的探险小组呢，在古建遗址的洞穴中意外地发现了外星人设置的安全系统，而远古的阿努纳奇和造诣者呢，居然都对人类的基因呢做过改变。在遗址的第23个密室中呢，解码的秘密光盘呢，存放着造诣者留给人类的终极内容。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古建进化。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有少年感的小雨。大家好，我依旧是大家眼中的小唐。时间呢回溯到1973年聂鲁达博士就带领一支迷宫小组探险队呢，被 ACIO 组织呢派遣前往墨西哥勘探古建遗址。在聂鲁达博士的笔记中就记载着，在他们搜寻的过程中呢，他不慎就掉入了一条裂缝，在这个洞穴的墙壁上呢，他就看到了上面有一些勾纹，仔细的去看呢，才发现呢是雕刻杂乱的象形文字。可以看出呢，为了更方便的描绘这些线条呢，墙壁就被仔细的做了事前准备工作。它非常的平滑，这一发现呢，就让这个聂鲁达博士又惊又喜。他急忙的就呼叫他的同伴，让他们顺着他的脚印找过来。他自己呢，则开始动手研究那些象形文字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探险队员的其他人员进入裂缝之后呢，沿着聂鲁达的指示方向前进。走着走着呢，他们就听到了聂鲁达微弱的呼喊。他说：“这里就是主基地了。有某种形式的安全系统呢，就围绕在这个通道的系统里面。”整个地方都充满了陷阱，成员们小心翼翼的都迈着步子都向内室远处尽头的这个隧道开口走去。当他们进入隧道的时候呢，明显就感觉到了空气变凉了，而且道路呢有一点向下倾斜。他们一寸寸的向地下移到了走廊，也在墙壁上发现了那些勾纹。在这里，他们就确认了聂鲁达最后一个脚印。于是他们把所有的手电都集中在这个区域像激光指示器一样使用。在隧道的顶端呢，他们就看到了一个小开口。也许直径只有10公分看上去呢很像是通风管，而这里呢就是聂鲁达博士声音的来源了。聂鲁达博士就让他们试着让绳子穿过这个小洞，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方法。在探险队成员准备的时候呢，博士就环顾四周的空间他说那里的天花板很高，有10到12米，天花板是呈拱形的，像是一个圆形的屋顶。但更奇怪的是他看不到入口，他甚至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进来的。这里和之前发现的那几个密室是完全不同的。一位成员正试着把那个通风口弄得更大一些，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过探险队小组呢，一位遥视的侦测员萨曼达呢，就想到自己可以利用遥视来观测聂鲁达的位置。萨曼达呢是拥有非凡精神能力通过 ACIO 的训练之后呢，他能够进入到过去和未来的各种时代进行遥视侦查。他们就地连接设备，于是萨曼达就开始了侦测了。他的眼前就逐渐出现了画面，他看到聂鲁达掉进了一个像牢房一样的地方。而造诣者的目的呢，似乎是要保护一个技术。他们在这里储存了的东西并且希望有人能发现它，是一些与遗传有关的。他说：“我有一种无法抵抗的印象，就是技术就储存在这个地方，它被这个族类出于某种特质的原因留在了这里，但我不确定原因是什么。”每个人都专心地听他讲话，以至于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聂鲁达博士压抑的声音从那个峡谷的墙壁那边传了出来。当聂鲁达出现在大家面前时众人都觉得有些惊讶。他和另外一名成员是破坏了那个小洞才得以出来的。在听过了这个萨曼达的遥视侦测内容之后呢，博士就认定呢这个密室中肯定藏着关键信息。于是他们一行再次返回。进入密室后呢，他们随身携带之前找到的人工制品开始出现了异常的反应。当时这件人工制品尚未被破译出具体是什么功能，只是此时此刻呢，它黝黑的外壳开始散发出冷光，所有的手电光都聚在了这个人工制品的金属表面。而萨曼达就蹲下来尝试接触这个人工制品，随着几乎听不到的低声呢，而物品里呢有些东西居然被激活了，物体呢就开始慢慢震动，它的边缘开始模糊，而人工制品呢不再展现为一个圆柱形，而是转为一个球形的透明物体，并且主体看起来正在蜕变进入到蒸汽的光芒之中，像是可怕的这个幽灵浮了起来一样。一股剧烈的热能呢就开始充斥整个内室，于是这个人工制品就开始旋转在空中2米高的高度，突然闪现出了一道灰绿色的光。当时所有人都僵住了，聚精会神的就观看着这个生动的奇观，好像是山顶洞人在看着自己刚制造出的第一支火苗一样。于是博士就有预感呢，这个人工制品在特定的环境中一定是激活了什么东西。山洞里呢正在发生的人工制品引起的分子转变，并且将空气充满了剧烈的电磁能场，强度呢升到了众人难以忍受的一个地步所以大家就退到了一个安全的距离。然后呢，物体突然变为了一个旋转的万花筒，洞穴墙壁里所有其他东西都被五光十色的光芒照亮了，
能量呢还在发展，蜕变出了静电，使每个人的头发呢都竖了起来，好像重力突然消失了一样。地板上薄薄的尘土呢也漂浮在了空中，随着光的图案的旋转，洞穴中的每一样东西都被光芒和声音统一成了一体。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猛烈的力量突然停止了，黑暗寂静以一种阴森的气氛又回来了。他们什么都看不见，手电呢也不起作用了。渐渐的呢，随着眼睛开始适应了黑暗呢，博士就看到了山洞岩壁的一个入口。而萨曼达接触过人工制品之后呢，突然之间的人工制品掉到了地上，然后他回身告诉他的同伴们说没有问题了，造诣者的防御系统呢已经解除了。萨曼达就表示呢说，造诣者想通过他呢确认他们并不是入侵者。之前的那一系列动作呢，就是人工制品在评估人类的意图然后解除了他们在建造这个结构设计时的一个安全设置。接下来呢，大家就开始正式的探索这个洞穴了。手电的光照亮了洞穴中的一个巨大的容器，它的周围呢有很多的骨头、羽毛和一些像动物皮毛或者是人类毛发的痕迹。容器挖有3个偏蓝色的螺旋，周围在它宽阔的外沿呢，每一个都是由上百个类似于镶嵌工艺微小绿宝石而构成的。容器的其他的部分呢是纸一样薄的褐色粘土，看上去呢是难以置信的脆弱。而能把绿宝石融合进这个陶器的民族呢，是阿纳萨兹族，又或是查克安族。他们的部落离这里大概有30公里远。聂鲁达博士在检查过螺旋的镶嵌工艺后得出结论呢，他说这不是普通的螺旋，而是代表着M51星系。那接下来的内容呢，之前都有讲过，他们随之就发现了23个密室和隐藏的24室，最后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呢，就是造诣者呢是起源于 M51星系的，距离地球呢是3700万光年远。他们大约在1000年前呢来到地球，并且和当地的印第安人呢产生了互动，建造了这个与人类基因有关的结构。他们将地球上的7个遗址呢组合成一个数据流，能够提升行星上的每个人的分子振动，而这个数据流就改变了 DNA 结构，不只是人类，而是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所以在21世纪后期呢，人类会有这方面的重大发现。而本来人类 2.0 的 DNA 模板呢，用的是阿努纳奇人的 DNA， 但它已经被修改过了。阿努纳奇人并非物质性的存在体，它们并不存在于我们今天所知的3次元的这个密度里，但所有的存在体都拥有 DNA 因此他们就试验了要如何用他们的 DNA 制造出能够照他们的想法来运作物质性的存在体。所以阿努纳奇人就让人类的女性受孕的时候呢是带着王室血统的，而这不是一个巧合。他们希望呢这些血统能够维持超过几千个世代，以便他们可以轻易的推动他们在地球上的那些总体计划。阿努纳奇的血统呢最早是巴比伦人和埃及人，但那些血统已经散布到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种族里了。现如今地球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着少量的百分比的阿努纳奇的那个 DNA 了。在阿努纳奇人和人类女性之间的混种呢是发生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那是一个设计好了的事件。就比如苏美尔人的文本里描写的那样，他们要在地球上呢放置一个混血，以占领和控制地球上的资源，是要为尼比鲁星球的控制者天神阿努呢把资源合并和集中起来，并在他返回时呢确保全世界的财富呢都会被放入他准备好接收的双手之中。因此呢，人类 DNA 呢必须从2个方面去解读，一种呢是人类的肉体、情感和脑力系统，那是源自于阿努纳奇和天狼星人的创造。第2种呢是人类内在的无限存在体，这个无限存在体呢也是建立于 DNA 之上的。这种 DNA 呢是一种有意识的量子蓝图，而这是被后者的中央族类开发出来的 DNA。 在未来的70到80年里呢，当人类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真正本源时呢，一个巨大的转变就会发生。故事讲到这里呢，似乎已经有了一些眉目了，那就是聂鲁达最后给人们留下的信息是对那张光盘的解读，而解读的过程就相当复杂，但密码呢仍然和这23个密室的数字有关。光盘的最终的内容呢，下面以造诣者的口吻来告诉大家。里面就说你们可以把我们看作造诣者，我们实际上完全是人类，只不过是你们未来的版本。以你们当时的时间的人类的习惯他们只习惯于自身，所以看起来呢，你们不能也不愿意去理解未来的一个版本。其实未来的人类是可以创造人类的，并将基因结构呢遍及你们目前所居住的宇宙中去播种。人类是一个比你们所想象的有着更加复杂变化和普遍存在的生命形式，它是一个理想的灵魂载具，并且它的形式和维持它具体生命的星球是一样的。
共同遍及于整个宇宙。人类不仅仅是一个在食物链或者是生态系统内的一部分，你们也是最初的源头，累积知识的一部分，通过吸收宇宙中所有的有感知生命形式的生活经验而达成的，被自动分享给所有的生命形式。但只有那些达成了他们神性的表达而脱离了时间束缚能力的灵魂载具呢，才能够理解。而人类深处渴望着这一种文化，一个被认可和感激它组成部分的这个全球文化。这就是通讯技术在20世纪地球上会如此发展的一个首要原因。通过这些技术呢，全球文化呢将会更快的发展和更快被体验到，并且通过这个全球文化呢，人类将日益增加对灵性系统的敏感度，不只是人类的族内的合一，还包括了全球的所有的生命，这是宇宙的根本。造诣者创造了人类在人类的基因结构中编码进了感受器，可以用造诣者的文字、声音、符号和图片呢激活它。当你们沉浸在我们的感官数据流之中时候呢，人就会发生转变。从基因的意义上来讲呢，人类的内部的亚原子的构造对宇宙最中心的部分的发射出来的能量频率呢，会变得更加适应和随和。而造诣者留在地球上的科技呢，能够调整这个引入能量，以变化人类的基因结构呢，达到一个更高维度的存在，一个能够使你们不怕我们古老敌人阿尼莫斯人的高维的存在。因为他们是没有灵魂的生物是人类的噩梦，他们是拥有卓越心智的熟练操纵者。如果没有准备的话，即使是最优秀的人类也无法与他们抵抗，最后呢，就会导致他们与人类杂交，然后在人类的星球呢建立殖民地。自古以来呢，我们就保护我们的后裔和基因储存库以抵御阿尼莫斯。人类的成功呢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地球呢是一个含有形形色色基因的种群，我们的原著就包含了编码感官数据流系统中将会被知晓造诣者的资料。这是我们以微妙的原著呢进入你们世界的方法。这片光盘所要披露的全部事情呢，将要在未来的75年以内发生。而地球上安置了一个拥有7个遗址的系统呢，当它们被发现和解码时呢，会将你们转化推动到一个新的科学和哲学的融合，从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全球性的社会。你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发现这个系统，我们称之为银河支流地带。不过首先你们必须分享这些最初的材料给你们的行星的居民这一张光碟上的材料呢，会唤醒你们的居民，将会引导人类进入银河系之间的视野以及更大的一个社团之中。在这张光盘的内容解读出来后呢，没过多久聂鲁达博士呢就带着这些珍贵的资料逃离了迷宫小组，因为造诣者希望他们的资料能被带到大众的面前，这与迷宫小组的领导者15的意思是违背的。如果 ACIO 提供了他的最新研究发现、技术以及外星人的交感的证据呢，学术界绝对会掉头转而攻击他们。因此15就认为呢 ACIO 除了透过私营的部门或者是特殊项目的实验的总部的方法，是没有别的办法把他们带给现在的公众的。而博士就说呢15还给迷宫小组的所有人都植入了个人追踪系统，监视他们的心理行为，动不动呢就会重组清洗他们的记忆，对中央种族还充满了戒心。而聂鲁达博士呢，就与这个15如父子般的关系呢，转变成了敌人。他面对15的威逼利诱呢，毫不动摇。他认为这些资料呢，事关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必须传播出去。聂鲁达博士就透露呢，下一个造诣者的遗址的所在位置它被编码在那些人工制品中。他说，在库斯科市的市郊呢，有一所古老的神殿，秘鲁人称为萨克塞瓦曼，就是在这个神殿附近的某处的地下呢，会发现下一个遗址。而聂鲁达访谈的这个资料呢，是在2002年被释出的。有趣的是在2003年呢，有一个西班牙新闻的报道说呢，西班牙的考古学家安塞姆·皮兰布拉呢，在聂鲁达博士以上所说的这个地点附近呢，也就是古印加帝国的首都所在地呢，发现了一处地下隧道。根据雷达探测所得知的资料显示呢，这条在地面下面100公尺的地道呢，可能连接了当地许多古迹。至此呢，古建计划的内容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呢，都储存有来自于最初源头的印记。只要每个人的意识、情感和知觉呢，都与内在的神性保持一致呢，所有人呢都能够连接到来自于源头的更高频率。而造诣者的资料呢，就是我们所知的唯一真正来自于最初源头的频率了。也许这个来自于遥远星系的种族呢，正在密切地观察着人类的发展，盼望着人类呢能够早日的进化到更高的层次。而真相的宝藏呢，依然在等待着有洞察力的人来发现。那么好了，故事呢与各位就讲完了。
好啦，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这期内容大家还喜欢吗？喜欢的话，点赞留言支持我们一下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拜拜。